各位好，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。5月，阿布佐夫宣布用芯片法案的錢向9家量子計算公司砸下20億美元，同時換取每家公司的股權。消息一出，量子板塊集體暴動 ，Rigetti 單日漲了31%，D-Wave 漲了33%，一個名叫 Inflection 的公司更是漲了31%。很多人可能連這名字都沒聽說過，但這裡有一個問題，被市場集體忽視了。這9家公司裡沒有 IonQ。IonQ 公認的商業化最領先的量子計算公司，賬上有30億美元現金，全球第一個年收入破1億美元的量子公司，政府發錢偏偏跳過了它。按照普通邏輯，這應該是利空，但 IonQ 當天漲了12%，這周累計漲了將近23%。所以今天這期節目，我們不講什麼是量子計算，也不給你重複那些技術名詞。我只想幫你搞清楚3件事 ：IonQ 到底在做什麼？為什麼這次反而沒被選上？以及市場的樂觀情緒背後有哪些邏輯是站得住腳的？又有哪些可能只是在用想象力定價 ？IonQ 是怎麼掙錢的？我們先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：量子計算機客戶為什麼要用它？傳統計算機不管多快，本質上都是在一個個地做計算，順序執行。而量子計算機利用量子疊加的原理，可以同時處理大量可能性，解決某些特定類型的複雜問題，速度可以遠超傳統計算機，比如藥物分子的模擬、金融風險的優化、軍事密碼的破解。但這裡有個關鍵詞：某些特定類型。量子計算機不是萬能的，也不是要取代你的筆記本電腦，它更像是一台超級專用工具，在特定场景下有壓倒性的優勢。IonQ 的商業模式，簡單說，就是把量子計算機的算力像雲服務一樣租給企業和政府用，按使用量收費。客戶不需要自己買一台放機房，直接通過亞馬遜雲、微軟、Azure、谷歌雲這些平台接入 IonQ 的系統，按需使用。這個模式的好處是門檻低，客戶廣，但問題是規模化要花很長時間，早期收入會非常小。IonQ 的財務數據印證了這一點。2022年收入才200多萬美元。2023年2000多萬，2024年翻了將近1倍到4300萬，2025年又3倍增長到1.3億美元，成為全球第一個年收入破億的量子計算公司。聽起來成長很猛，但有一件事不要被掩蓋 ：IonQ 至今沒有實現過盈利，2024年全年淨虧損3.3億美元。即便剔除一些非現金的賬面損失，核心經營也持續在燒錢。很多人看 IonQ 只看收入增長，但忽略了這家公司在過去18個月裡做的另一件事：大規模收購，而且收購的方向非常清晰。2025年初 ，IonQ 收購了 ID Quantique 的控股權，這是全球最重要的量子網絡設備公司之一，總部在瑞士，產品已經用於多國政府的量子通信基礎設施。同年 ，IonQ 又收購了 Lightsynq、Capella、Qubitekk，把量子網絡的幾個核心技術節點統統收入囊中。2025年9月 ，IonQ 以全股票方式收購了 Vector Atomic， 這家公司手握超過2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合同，專門做量子傳感和精密定位導航系統。它最知名的合同是為美國國防部的 X-37B 軌道測試飛行器提供量子技術支持，那是美軍的一個高度機密項目。同年，IonQ 以10億美元價格收購了英國的 Oxford Ionics， 進一步強化離子阱技術的核心研發能力，同時把研发中心延伸到了歐洲。然後在2025年底 ，IonQ 又收購了 Skyloom， 一家專注於衛星光通信的公司，把量子網絡的覆蓋範圍從地面延伸到了太空。加上2026年1月宣布以18億美元收購 Skywater，2年時間，IonQ 從一家單純賣量子算力的公司，變成了一個橫跨量子計算、量子網絡、量子傳感、量子安全4個方向的全平台公司。這個併購邏輯回頭看是非常清晰的。IonQ 在用充足的現金，快速把量子行業的幾個關鍵能力模塊全部納入自己的體系，建立一個別人短期內很難複製的完整生態。單純做量子計算雲服務，競爭壁壘其實並不高。IBM、谷歌、微軟都有同類產品，但如果你同時掌握了計算、網絡、傳感、芯片製造的完整鏈條，這個護城河的寬度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不過，有一句話是必須說的，大規模併購也是一把雙刃劍。
你同時整合6、7家公司，每家都有自己的团隊、文化、技術體系、客戶關係，整合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都可能變成拖累。2025年 IonQ 的員工人數已經超過1300人，分布在美國、歐洲、亞洲10幾個城市，管理複雜度已經不是一家初創公司的量級了。說到量子計算，行業裡有幾種主流技術路線，最常聽到的是超導量子比特。IBM 和谷歌走的就是這條路，還有一條路叫離子井 IonQ 走的就是這個方向。兩者的區別，打個比方，超導量子計算機裡的量子比特是人造的，相當於模擬出來的原子，需要接近絕對零度才能運作，精度容易受干擾。而 IonQ 的離子井技術用的是真實的原子，一個個通過激光固定在空間中操控，天然更穩定。這種穩定性直接反映在一個關鍵指標上，叫雙量子比特门保真度，你可以理解為計算精度。IonQ 在2025年3季度宣布，達到了 99.99% 的雙量子比特門保真度。據 IonQ 公布，這是目前行業的最高水平。這個數字有多重要？量子計算要真正商用，誤差率必須低到一定程度，才能通過糾錯碼把錯誤修掉，達到可靠計算。99.99% 是公認的必要門檻之一，而 IonQ 是目前離子井路線裡最先達到這個水平的公司。說到這裡，有必要做一個橫向比較，幫你建立參照。量子計算行業目前主要有3條技術路線在競爭。第一條是 IBM 和谷歌走的超導路線，這條路的優勢是量子比特數量擴展相對快。IBM 已經有了超過1000個量子比特的系統，谷歌在2024年底發布了105量子比特的微漏芯片，並宣稱在誤差糾正上實現了關鍵突破。超導路線的劣勢是需要接近絕對零度的運行環境，維護成本高，誤差率目前仍然比 IonQ 的離子井高出不少。第二條是微軟押注的拓扑量子比特路線。微軟的 Majorana 1芯片2025年引發了不小的關注。理論上，這種技術路線天然更穩定，但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，離實際商用還有相當長的距離。第三條就是 IonQ 所在的離子井路線，精度高是最大優勢，但量子比特數量目前還不及超導路線，擴展速度也更難。這場技術競賽誰會最終贏，沒有人知道。IonQ 在精度上領先，但 IBM 在規模和生態上有先發優勢，谷歌在誤差糾正上正在追趕。不過有一點值得單獨提一下， IonQ 已經不是純粹的實驗室成果了。2025年 IonQ 聯合 AstraZeneca、亞馬遜雲和英偉達完成了一次量子加速藥物研發的實際演示，速度比傳統計算快了20倍。同年 IonQ 的量子計算機協助華盛頓大學模擬了宇宙層面的核物理過程，時間精度達到了10^-24次方秒。這些落地案例說明一件事， IonQ 的技術不只是在實驗室裡有效，在真實應用場景下已經開始產生實際價值了。這次20億美元的分配，重點在於這筆錢絕大部分流向了量子製造，不是量子計算的使用。最大的一筆是給 IBM 10億美元，專門用來建一個叫 Anduril 的量子芯片代工廠，這將是美國第一家純量子晶圓廠。GlobalFoundries 拿到了3.75億，也是用來擴展量子製造能力。其他幾家小公司主要也是在製造環節。換句話說，政府這次想做的是用公共資金把量子製造的基礎設施建起來，同时拿股份分享未來的收益。IonQ 呢？ IonQ 已經在做一件完全相同的事，它正在以1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Skywater Technology， 美國唯一的純本土半導體代工廠，同時也是全球主要的量子芯片製造商。也就是說，政府這次砸錢扶持的方向，恰好是 IonQ 已經在用自己的錢去做的事。這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局面，政府用了20億美元想建立一套美國自己的量子製造體系，而 IonQ 收購 Skywater 之後，將成為這套體系裡唯一的垂直整合玩家，既做量子計算機又自己造芯片。那些拿了政府錢的競爭對手，未來在製造環節可能反而要依賴 IonQ 的代工能力。Motley Fool 的分析師上周發了一篇文章，標題直接就叫“政府可能選錯了，IonQ 才是量子行業裡最好的股票”。IonQ 這次沒被選上，但市場並沒有拋售，反而跟着漲了。原因之一是預期博弈。Kalshi 這個預測市場上，投資者押注2026年內
IonQ 拿到政府股權投資的概率是32%。這個邏輯的基礎並不空洞。首先，這次20億美元的分配明顯側重製造端，而 IonQ 是算力端最強的選手，兩輪是完全可以並存的。其次， IonQ 旗下已經成立了 IonQ Federal， 專門對接聯邦政府和國防需求。2025年9月還拉來了一位4星上將，前太空軍司令 John Raymond 進入董事會。第三， IonQ 正在被 DARPA 的量子基準測試項目選中做 Phase B 驗證，和最頂級的國防科研機構已經有了正式合作關係。所以市場的邏輯是，政府這次沒選它，不代表以後不會。IonQ 在技術上、基礎設施上、政府關係上的布局，恰好對準了下一輪政府資金的方向。聊完支撐邏輯，我們來看那些被市場樂觀情緒淡化掉的問題。第一個，稀釋的問題。IonQ 過去2年一直在不停地通過股權融資燒錢。2024年底，流通股大約是 2.3 億股，到2026年1季度，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了 3.6 億股，1年多漲了差不多 57%。這意味着什麼？即使公司的總市值沒變，每一股代表的價值已經被稀釋了將近40%。對於長期持有者來說，這是一個持續存在的成本。而收購 SkyWater 的交易裡，有一部分也是用 IonQ 的股票支付的，稀釋還沒結束。第二個，收入質量的問題。IonQ 2026年1季度的收入跳增到了6470萬美元，同比增長 755%。乍一看極其亮眼，但有一點值得注意，這一季度 IonQ 賣出了第一台第6代256量子比特的系統，這是一筆大單的一次性收入，不是每個季度都會有的。同樣需要關注的是剩餘履約義務，就是已經簽合同但還沒收到的錢。IonQ 目前是 4.7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554%。這個數字很好，但量子系統的實際交付、驗收、確認收入往往要跨越好幾個季度，甚至好幾年，中間什麼都可以出問題。第三個，估值的問題。IonQ 現在的市銷率就是市值除以收入，大約在57倍左右。這對於一個連續3年3倍增長的科技公司來說，有人認為合理，有人認為貴。但有一點是確定的，這個估值裡已經定價了相當多的未來預期。公司的 CEO 在採訪中自己也說了，以銷售額57倍來定價，我認為公司股價仍然被低估，因為我們是下一個特斯拉或英偉達。這句話怎麼理解是你自己的事。第四個，技術兌現的不確定性。IonQ 的路線圖裡有一個宏大的目標，到2030年實現200萬個物理量子比特以及8萬個邏輯量子比特。實現了，量子計算就真的可以開始顛覆整個計算產業。但這是2030年的事，中間有4年，任何技術路線的挫折，任何競爭對手的突破，都可能改變這張牌的價值。量子計算領域，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路線圖是板上釘釘的。這個行業今天的技術領先，明年可能面對 IBM 或谷歌在超導路線上的突破性進展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這就是前沿技術競爭的現實。第五個，併購整合的風險。這一點幾乎沒有財經媒體認真討論過，但我覺得是被嚴重低估的變量。過去18個月 ，IonQ 完成或宣布了7筆以上的併購 ：Oxford Ionics、Vector Atomic、Lightsync、Capella、Qubitekk、ID Quantique、Skyloom 加上 SkyWater， 每一筆看起來都有戰略邏輯，但問題是這些公司分布在美國、英國、瑞士、韓國，涉及量子計算、量子網絡、量子傳感、衛星通信、芯片製造完全不同的技術領域，員工總數已經超過1300人。在科技行業的歷史上，收購速度遠超整合能力的案例，結局往往不太好看。整合期間，關鍵人才流失、技術路線衝突、管理資源分散，都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問題。IonQ 的 CEO Niccolo de Masi 有豐富的資本運作經驗，這是事實。但能不能把這7、8家背景迥異的公司真正融合成一個有機運轉的整體，用2、3年時間兌現全平台量子公司的願景，目前還是一個開放的問題。投資者在為這個願景定價的時候，整合失敗的可能性有沒有被充分計入？節目開頭我提到了英特爾，因為那是政府上一次大規模注資科技公司的案例。去年8月，政府以89億美元換取了英特爾 9.9% 的股權。但兩者有一個根本區別，不能混為一談。
英特爾當時是一家經營困境中的成熟企業，政府注資更像是托底，換來了一個對美國芯片制造能力的戰略保險。注資之後，英特爾的股價並沒有因此走出困境，大量問題依然存在。IonQ 所處的階段完全不同，這是一家仍處於高速成長期的早期商業化公司，政府還沒有注資，市場已經在炒注資預期。如果未來真的拿到了，這個利好是否已經在現價中定價了，這是你自己需要判斷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英特爾的教訓提醒我們，政府的股權投資是工業政策的工具，不是投資回報的保證。政府成為股東，並不等於公司的商業模式就此成立，也不等於股票價格會持續上漲。講了這麼多，有一個角度，我覺得絕大多數關於 IonQ 的分析都回避了。這次政府砸錢扶持的9家公司，大部分要麼技術成熟度不如 IonQ， 要麼剛剛通過 SPAC 上市，資本儲備遠不如 IonQ。政府給他們的錢，讓他們有能力存活下去，繼續開發，繼續制造。但 IonQ 已經有30億美元現金了，不靠政府撥款也能活得好好的。換句話說，政府這筆錢扶持的其實是 IonQ 的潛在競爭對手。當然，你可以說整個量子行業做大了，對 IonQ 是好事，畢竟這個行業現在連蛋糕有多大都還不知道。但如果3年後 Rigetti 或者 D-Wave 靠着政府輸血做出了技術突破，或者 IBM 的 Andron 工廠做出了更好的芯片， IonQ 的差異化優勢還在不在？這是一個很少有人問的問題，但可能是長期投資者最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。IonQ 是一家真實業務快速增長的量子計算公司，技術指標上目前處於行業領先。這次政府20億美元沒有直接砸給他，但他正在用自己的錢做與政府同樣的戰略布局，通過收購 Skywater 建立垂直整合的量子制造體系。與此同時，他在過去18個月裡完成了7、8筆併購，把量子計算、量子網絡、量子傳感、量子安全的核心能力模塊全部納入了自己的平台，支撐樂觀預期的邏輯。技術路線上的精度領先，營收高速增長，且已有真實商業落地案例，巨額現金儲備，垂直整合後在行業生態裡的戰略壁壘，以及成為政府下一輪股權投資目標的預期，需要謹慎的邏輯。持續的淨虧損和股權稀釋，單季度大額系統銷售帶來的收入波動性，估值裡已經定價了大量未來預期，7、8家公司同步整合的執行風險，以及政府資金流向競爭對手所帶來的潛在長期挑戰。量子計算是不是未來？大概率是。IonQ 是不是量子計算的代表公司？從目前的商業化進度和技術積累來看，有很強的理由支持這個判斷。但一家公司有沒有未來和一只股票在當前價格下買不買得值是2個不同的問題。理解這個區別是做任何投資決策之前最基本的一步。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各位收聽美股坐標系，我們下期見。